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细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回复生命值。这也就意味着游戏初始阶段你的身份卡毫无作用。根据游戏提示，本次游戏的主题为居民楼，每个玩家全部被分配在单独的房间里，楼中只能找到缓解饥饿的食物，而水必须在居民楼外的迷雾中获得。只有当半数以上的玩家死亡，求生游戏才会终止。此时聊天群大家为各自的身份卡吵得热火开天，而一个身份卡为矿工的人立马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浩南，你是01，果然602业主是自己的同班好基佬浩南。随后你又注意到群聊人数刚好和班级人数28相对应，那么可以肯定群聊里基本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很快大家都将各自的备注改成了真实姓名，不出所料放眼望去全是熟人。而此时大家立马将眼光转移到副班长杨洋身上，因为杨洋曝光出自己的身份卡为剑神，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一听名字就挺有威慑，抱着不期待就不被伤害的心态，你也点开了身份卡。身份卡细命师，天赋1残忍，以天生蔑视生命初始生命属性降低至1；天赋2乐火，你对他人的死亡感到愉悦，场景中没有一名玩家死亡，生命属性加1；天赋3鱼戏，你擅长耍弄小把戏，可以通过消耗自身生命属性修改任意求生规则，仅对自己生效。虽然初始生命值只有1点，但天赋鱼戏却是1等1的恐怖天赋。了解完游戏规则后，你决定开始寻找求生物资。你先是在自己房间的茶几上找到了一小袋奶甜，可以小幅度恢复自身的饥饿值，但这远远不够，最好是能找到恢复生命的食物。于是你在客厅的各个角落翻找起来，几分钟后你却找到了一本日记，抱着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心态，你翻开了日记，里面记录着一个孩子搬到新家后的生活，但却只有5天的内容，并且里面提到了一个身高3米的黑色人影。你后背一紧，难不成这还是凶宅？你吓得躲进了卧室，因为根据求生规则提示，家里也只是相对安全的地方，自己私写到时候不得瞬间被秒杀。进到卧室后，你发现床头有一张婚礼照，而夫妻的脸却被打上了马赛克。此时系统响起提示音，你看到被污染的婚纱照李智减2，什么情况？还没来得及多想，系统另一道提示音再次响起，场景中有玩家死亡，生命属性加1。看到生命值加1，你果断发动了天赋鱼戏，7条红色醒目的求生规则瞬间出现。与此同时，一块板擦和一支钢笔出现在了你的手中，很明显这是用来修改规则的作案工具，就是不知道以自己少得可怜的生命属性能将规则修改到什么程度。心中早有明确目标的你划去其余6条求生规则，只留下了第4条家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你举起板擦将箱子擦去，也就是在这时，你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视野中的一切开始旋转，似乎是在阻止你继续接下来的行为，但你还是强行支撑着自己抬起右手，将绝字迅速而潦草地书写到了规则空缺的位置。做完这一切，你两眼一黑，彻底昏死了过去。我这是死了吗？渐渐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的你又缓缓苏醒过来，再次看到熟悉的房间，你敢肯定自己赌赢了。其实在举起板擦的那一刻，你便知晓了修改求生规则的底层逻辑，每抹除或改写一个字就需要消耗1点生命属性，同时若想要修改后的规则生效，字数格式还必须与原先的规则保持一致，并要求逻辑通顺且不与其他规则相冲突。因此仅有着2点生命属性的你只够抹除1个字，甚至就连改写都做不到，但你却不顾性命，不仅抹除1个字，并且还改写了1个字。本来生命值归0的你必死无疑，但在将第4条求生规则修改后，本该死去的你却奇迹般的还活着。原因就是在家中死亡这一结果与修改后的规则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相冲突，你赌的正是这一点。不过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此时你的状态差得一塌糊涂。随后查看完个人面板后，你有些忍俊不禁，因为你的生命值显示为0，那也就意味着你一旦踏出这间屋子的门，就会从一个活的人变成一具尸体。随后你突然皱起眉头，因为自己的口渴值竟下降到了30。我这是昏迷了多久？你的目光移向手机屏幕的右上角，15点47分，自己足足昏迷了将近2个小时。按昏迷这一类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时间并不算长。再对比饥饿值，不难发现口渴值下降的速度过于离谱一些。稍加思索，你认为有2种可能：一是对人类来说水的生存必须性要远超食物；二是自己现在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对水分的需求远比正常人大。不过不管哪种可能，自己都无能为力，因为在居民楼里无法找到能喝的东西，而自己现在就连家门都出不了。不过往好的方面想，有着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这一规则保护，自己也不怕会有口渴值归0就会导致死亡的设定。不过最为担心的就是第7条求生规则，当游戏进行到一定时间以上，规则可能被扭曲。一定时间是什么时候？扭曲又是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扭曲？这些都无从得知。其次便是第5条规则，请不要试图将你的理智降低至负数。而之前自己看了眼婚纱照掉的2点理智，又不知为何恢复满。不过说了再多都没用，现在你能做的只能是静静的等待他人死亡。于是你再次打开聊天，了解自己昏迷2小时间发生了什么，但只是看了一眼你就吓了一跳，昏迷掉线了2个小时的自己竟成了杀人凶手。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细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回复生命值。这也就意味着游戏初始阶段你的身份卡毫无作用。根据游戏提示，本次游戏的主题为居民楼，每个玩家全部被分配在单独的房间里，楼中只能找到缓解饥饿的食物，而水必须在居民楼外的迷雾中获得。只有当半数以上的玩家死亡，求生游戏才会终止。很快场景中有一名玩家死亡，生命属性加1，你迫不及待
待地发动了天赋鱼系，将第4条求生规则家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修改为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做完这一切，你又昏死过去，因为每修改或抹除一个字，你就会失去1点生命值。此时你的2点生命值全部耗尽，但你仍然安全无恙地苏醒过来。只因修改后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不允许出现在家中死亡的结果。可当你再次苏醒后，群聊里竟有人说出你是杀人凶手。而时间回到1个半小时前，群里的王虎爆料出自己的身份卡为守墓人，他的天赋是能够捕捉到任何死者的死因和死亡地点。紧接着他说出1401房间的杨伟被残忍杀害，而在1402的你立马成为大家的怀疑对象。身为你的好基友10号男不停地为你说话，但802的圣杰从始至终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你。依我看，这杀人凶手就是距离死者最近的灵异，他肯定没想到我们之中还有守墓人这种身份卡，现在估计慌得不敢说话。放什么狗屁，没证据你狗叫什么？10号男和圣杰在群里吵了起来，而班长张梦琪提出派人去死者的房间探查信息，瞬间大家将目光再次对准拥有剑神身份卡的杨洋身上。在杨洋的女友钱其美的诱惑以及班上的副歌圣杰的马屁下，为了装杯的杨洋只好出发探查现场的蛛丝马迹。很快杨洋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具倒在血泊里的尸体，死者正是1401的杨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在旁边写下了一个林字。照片一出，群聊顿时炸开了锅，一时间所有的证据全部指向到你灵异的身上。可这时1202的陈婷婷站了出来，我不认为灵异同学是凶手，因为很有可能现场是凶手故意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让我们将罪名嫁祸到林同学身上。1301的万超也表示，在案发前就听到了自下而上的脚步声，那么可以肯定凶手是13楼层的下面，但又有很多人表示并没有听到什么脚步声。渐渐局势混乱了起来，这时守墓人王虎站出来质疑杨洋和圣杰，既然你们确信凶手就是灵异，那你应该也去隔壁1402也看过，公然破坏建筑物置他人于危险是不仁的，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协助调查罢了。圣杰看到杨洋的一番正义言辞十分恶心，他虽然提出过让杨洋强行进入1402一探究竟，可前一秒同意的杨洋下一秒却决定打道回府，这家伙不是剑神吗？怎么关键时刻又怂了？但平时看杨洋自信的样子，他就算不是剑神也不会差到哪去。对于身份强大的人，圣杰尽量与之交好，至于那些身份弱的家伙，最好是死得再快一些，这样才更方便他敛财。圣杰邪恶地看向自己的身份卡，身份卡富人，天赋1敛财，你天生擅长敛财之道，初始敛财速度为10鬼币小时，每当场景中有1名玩家死亡，敛财速度提升100%。天赋2投资，你可以任意下注并随时加注有潜力的玩家，若在本次求生中所投资玩家存活结算时，将获得10倍赌注的鬼币。天赋3悬赏，你热爱借刀杀人，每次求生开始时随机悬赏1名当前场景中的玩家，若能借他人之手将其杀死，自身全属性加3。天赋4特权，作为富人，你可以先行解锁虚拟商场，玩家可以通过支付鬼币购买到本次求生中必须的生存物资。之前受到女友钱其美诱惑的杨洋并没有回到自己房间，反而去了钱其美所在的301室。钱其美立马询问杨洋，亲爱的，你刚才为什么不去灵异房间看看？杨洋做出一副淡然的样子，小美，你还记得第3条求生规则是怎么说的吗？邻里之间可以互帮互助，但在增进感情前，请确保他的确是你的邻居。贸然进入别人的住所可能会遭遇不测，我担心里面真的有问题，不过我自己肯定没问题，主要是担心你才出此下策。真的是这样吗？钱其美狐疑的看了杨洋一眼，杨洋避免尴尬转移了话题。话说小美，你的身份是什么啊？这个。钱其美支支吾吾的指着一面镜子，这就是我的天赋召唤出一面镜子，然后我就能躲进去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钱其美的脸上有些慌张，而杨洋则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真是人畜无害的身份，人畜无害到他不敢相信。时间回到现在，你看了自己昏迷期间所有的聊天记录，同时庆幸自己的嫌疑也逐渐被洗清。于是就在大家讨论迷雾中的黑影时，你站了出来。不好意思，我之前昏过去了，刚刚才醒过来。原本还十分活跃的群聊突然安静了下来，可802房的圣杰却阴阳怪气。灵异，你这一手装死的方法很不错。你摸着下巴心想，这个叫圣杰的男人是不是和自己有过节？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咬死自己不放，难道会是和身份卡有关？虽然越多人出局就越对自己有利，但圣杰似乎只想让我一个人出局。这么说来，他可能还真想借杨洋之手来除掉自己。不过你想到这摇头一笑，可惜就算是剑神也打破不了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这一规则。面对圣杰的穷追猛打，你直接在群里自爆了身份，而众人听后直接全员懵逼。你们知道狼人杀里的猎人吗？我的身份卡就和这个差不多。圣杰知道你的身份后慌张不已，这个灵异有点东西，只有等慢慢掌握了核心资源，有了更多杀手，到时弄死灵异简简单单。毕竟谁能抵抗得了全属性加3的诱惑？而此时身为剑神的杨洋爆料出现场有一对黑影的重放，之所以确定死者是被暗杀，而不是死于其他无视地形远程射杀之类的特殊手段，是因为现场留有2道奇怪的影子，其中一道影子从背后一刀贯穿了另一道影子，让人很难不怀疑这就是案发时的行凶过程。大家不禁怀疑杨洋是怎么知道还有其他杀人方法，而杨洋却表现得十分轻松。很奇怪吗？我的天赋里就有类似无地形远程射杀的手段。你听后心中一紧，这杨洋未免也太高调了，如果自己有这种强势的杀人方法，估计早就杀了好几个了。脑子不断涌现出这种想法的你看向了镜子，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愈发邪恶，仿佛真的是戏命师本人。由于修改规则浪费了太多时间，你又在房间里开始翻找有用的物资，一通乱摸之下还真被你找到了有用的东西。理智香薰，品质奇物，气味幽淡的香薰能够帮助玩家逐渐恢复理智。备注：大名鼎鼎的魔女弗蕾娜炼制的特殊香薰，如果对自己的运气有足够信心的话，可以试着收集其余的6款香薰，到时候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你把玩着手中的香薰，通过刚才翻找聊天记录，你发现只有精良和普通2种品质，而自己却找到的奇物很有可能是好东西。正想着602的浩南
发来了好友申请信息。可没想到的是，同时陈婷婷也发来了消息：林毅同学，你没事吧？陈婷婷向来在班级里和我一样毫无存在感，但不知道现在为何如此关心自己。不过幸好有她之前的帮忙，自己才能消除嫌疑，没什么大碍。谢谢你之前帮我说话，小事情。对了，林同学，你想过要出去吗？你看到对方说的出去，那自然指的是去居民楼外寻找水，因为之前班长张梦琪也在群内积极号召大家。为了避免第一个出去当炮灰，我尝试着和陈婷婷摊牌。非常抱歉，陈同学，其实我的身份卡很没用。如果陈婷婷加自己是为了攀附强者，那么应该会马上拉黑删除自己。可陈婷婷的回复让我十分意外，我的身份也很没用。不过弱者也有弱者的生存方式，如果林毅同学不嫌弃，那务必外出时候要带上我们相互抱团也有个照应。我看不透陈婷婷到底在想什么，难道和圣杰一样也是冲自己来的？但为了避免尴尬，我还是答应了。随后又开始了和好兄弟浩南的聊天，叮嘱完浩南一定要选择后面的队伍出去后，我翻找聊天记录找到了那个人，并加上了好友。我想和你进行一笔交易，有兴趣吗？1301的万超十分直白的回复：你想和我换什么？手机上说不清楚，方便当面聊吗？你敢约我当面聊？万超十分钦佩林毅的大胆，难道他真的是猎人身份？没什么不敢的，只要你想要来1401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当然，如果你不想走正门的话，也可以通过你喜欢的方式来我这。你在说什么？万超有点气愤。我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有一笔让我们双方共赢的交易，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当然可以拒绝和我合作，请自辩凶手先生。万超听到你叫他凶手，眼神变得十分凝重，他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在诈他，难道他还真的掌握了什么证据？随后万超镇定的回复：你能给我什么？充足的水资源，这些足够吗？想要验证我的话是真是假，你到我这来一趟就会明白。万超听后再次惊讶，你的身份不是猎人，你并没有回复我的身份是什么无所谓，如果你担心我会对你不利的话，你可以和信得过的人或者守墓人知会一声。万超从短暂的聊天中发现这个不起眼的林毅很不简单。此时另一边首批去迷雾中寻找水资源的人选确定了下来，他们分别是402室的岳山、502室的唐龙、302室的蒋天生、1102室的潘泽以及120室的黄耀阳。另外还有班级里的热心肠夏萌也自告奋勇要帮忙，据说他的身份是工具人，能给进入迷雾的人提供不小助力。此时楼道夏萌正抓着根麻绳朝着众人展示着，迷雾里的能见度很低，一会儿你们抓紧这根绳子，这是一根特殊的绳子，能够无限延伸，待会我会将它绑在一个牢固的物体上，这样你们就能顺着它找到回来的路。就在楼下为出行前的各项事宜做准备时，你收到了来自601李千云的消息。林毅同学，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想必你应该也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活下来，我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守护者同盟。守护者同盟，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有人开始拉帮结派，这么说来你们已经确定杀死我邻居的凶手了？目前还没有，不过我能保证同盟里的其他成员绝不会是杀人凶手。那方便透露下已经有多少人加入了守护者同盟吗？你还不是同盟的成员，我无法告诉你。不过这次进入迷雾探索的人当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我们的人，你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李千云的组织能力，不愧是前任学生会会长。如果对方所言不假，这个所谓的守护者同盟成员数量很有可能已经占据班上很多人。我明白了，不过要想加入你们肯定会有考核之类的前提条件吧？我们对加入者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如实说出自己的身份，我们必须对每一个加入同盟的同伴负责，就只是这样。谁能保证加入同盟的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你知道自己很大概率说了一句废话，但有时适当的装傻才能试探出更多情报。林毅同学不必担心，我自有能分辨真话假话的办法。原来如此，类似识别谎言这样的天赋吗？你心中了然，表面上却继续装傻充愣。既然如此，我现在应该能直接算作是同盟的一员了吧？毕竟我的身份之前已经在群聊里公开过，说的没错。但问题就在于林毅同学，你的身份是假的。好吧，其实我的身份是白痴。这次李千云没有再回复自己，看来对方的确有判断自己是否说谎了的能力。而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万超来到了1401。进门后，万超直接开始询问怎么验证我话语的真实性，而我十分平静。之后我们自然有方法验证。倒是你对你所做的事没有解释的意思吗？万超没有说话，不愿意说没关系，这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可万超嘲讽一笑，你根本不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你没有否认，虽然不能100%确认，但99%就是你。没记错的话，万超你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左撇子吧？曾经整理试卷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字，你左手写的字和常人的右手虽说没区别，但右手就不一定了。而现场留下的林字一看就是凶手用错手写。由于万超阁下知道现场会留下黑影重放，因此你只好学起别人用右手写字来消除自身嫌疑，可恰好将这个线索指向了你自己。万超怎么也没想到眼前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竟如此敏锐。其实最让我不解的是，万超你明明可以嫁祸于我，但为何却又在群里说听到了楼下传来的脚步声？你到底又为何欺骗大家消除对我的嫌疑？万超有些慌张，你怎么知道我说的脚步声是假话？根据现场和杨洋他们的结论，凶手定然有着高超的潜入刺杀手段，完全不可能犯漏脚步声这种低级错误。万超露出凶狠的眼神，事到如今他不再狡辩。既然你如此认定我是杀害杨伟的凶手，那你就不怕我在这里杀你灭口吗？你镇定的摇摇头，第一你杀不了我，其次如果杨洋他们不是傻子的话，多少也应该怀疑你编造谎言背后的动机了。话音刚落，一阵冷风骤起，万超化作无形之影，将匕首深深刺入了你的脖子上，可你无动于衷，仍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都说了你杀不了我，别白费功夫了。可万超冷冷的爆了句粗口，超一个两个全都这样。你不知道为什么万超突然红温了？可万超下一句话让你十分意外，之前是陈婷婷让我帮你的，又是陈婷婷。本来一开始我是打算对陈婷婷下手，但她和你一样完全不惧怕我，更
更恶心的是，有一股力量让我无法做出伤害他的事。之后，陈婷婷发来消息说要和我结盟，我答应了。在我动手后，她又告诉我你的身份很重要，请求我去分散那些怀疑你的人的注意力。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有毛病？你是盟友的事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信息量突然变大，你稍微花了点时间消化。原来如此，自下而上的脚步声是你们串通好的。得知万超的这一做法，你颇为认同地点了点头。说回我们的合作吧，如你所见，这是我的家，你也可以把它视作是我的绝对领域。在这里，只要我想，我们就是绝对安全的。这也是我能够自信说出你杀不了我的原因。万超并没有李千云那样能够分辨谎言的能力，于是我稍微在万超面前撒了一点谎。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的退路吗？其他的呢？其他的还需要时间，只要你愿意帮我，很快你就能见识到。万超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所以你需要我做什么？很简单，加快速度。你是指能在游戏开始之初就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同学下手？你的身份应该和杀人有关吧？而我需要你做的就是你原来正在做的事，所以我才说这是双方共赢的合作。你以为我不想吗？听到对方是想让自己杀人，万超皱了皱眉。之前能轻松得手是因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在他们都已经有了防备，更何况场上还有一个守墓人。你也说了，那是在不知道身份的情况下。你微微一笑，可场上不刚好就有2张名牌吗？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杀守墓人？很难吗？只需遮掩容貌，乔装打扮一番，守墓人的墓志铭对你构成不了半分威胁。至于剑神，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玩笑，哪怕有危险，只要你到了我这里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似乎是被说动了，万超从沙发上站起身，拔出扎入墙壁的匕首，随后猛地转身，再次一刀刺入了你的胸口。这当万超离开你的房间后，寻找水资源的5人探索队也进入到迷雾之中。可刚踏入迷雾中不久，周围的迷雾却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没了迷雾的遮挡，楼梯口的夏蒙等人出现在视线内。你们怎么回来了？看到这一幕，5人瞬间懵了，明明已经距离楼梯口很远了，为何又看到夏蒙的身影？可再一仔细看，就发现了不对劲。楼梯口的夏蒙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潘泽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地松开了绳子，身后的黄耀阳赶紧提醒，千万别撒手。可已经晚了，想重新抓回绳子的潘泽却站在原地一动不能动，唯一能动的只有嘴巴。快救我！危急关头，黄耀阳想伸手拽回来，可潘泽却直接不受控制地飞向露出邪恶笑容的夏蒙等人。不要过来，我手上有枪，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这是潘泽留下最后的声音。此时迷雾再次笼罩了剩余的4人，潘泽死了。一切发生的太快，瞬间有人提出要原地返回，可月山似乎对谁有着很大的执念。潘泽是个蠢货，自己害死了自己，不松手啥事儿也没有。人都死了，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没能救下人的黄耀阳心情不是很好。就在争吵之际，队伍前面的蒋天生却伸手指向了迷雾中。你们看那是什么？只见迷雾中出现了一个黑影，但黑影似乎不是活物，一直没有动荡。4人朝着黑影慢慢移动，走到近处一看，是一个长得十分恶心的扭蛋器。等价交换扭蛋器，类型鬼物，不可收容，品质普通。迷雾中唯一能获得淡水配方的渠道，只要向他献上新鲜的血肉，你就有概率获得渴求的东西。而另一边，你准备在卧室再寻找一点有用的物资，可突然一只黑色手臂贯穿了你的身体。你默默地转头看向身后，一道身长数米的高大黑影出现在眼前。他没有五官，却有着近似人类的躯体。这位黑兄弟，你要干什么？你的话还没有说完，高大的黑影再次抬手将你的头颅捏爆，然而你却仍然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原地。见到如此情形，眼前的黑影忍不住发出了声音：人类，为什么？你没想到这个鬼玩意儿还能开口说人话，没这个多为什么？你杀不死我。可黑影发出笑声，想要离开。没关系，到了天黑我再慢慢陪你玩。看他要离开，你立马掏出了一本日记，而这本日记正是你刚进入卧室找到的第一个物资。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黑色怪物，恐怕就是眼前这个黑影。黑影看到日记并没有提起兴趣。那个女人的日记，我要那东西干什么？听到对方有所回应，你开始了交流。那我换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我？原来是向我求饶啊！你放心，到了天黑我就把你献给母亲大人。你听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但还是抓住了关键。只有我一个人分量会不会不太够？黑影愣了愣，什么意思？既然你杀我是为了献给母亲，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能用其他人的命来买我自己的命？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这个提议？那用我一条命换3个呢？黑影仿佛听到天大的笑话。有意思，人类你真的很有意思。不过你要是真能给我更多祭品，那我也不介意放你一条生路。听到对方没有拒绝你的请求，你继续问道：祭品需要活的吗？活的死的都可以。这么说的话，隔壁就有一个现成的，你直接用死去的阳痿来一个废物利用。你说隔壁，那还是算了，隔壁那家伙可不好惹，我可不想到天黑被那家伙找上门算账。黑影有些忌惮，听到这你发现这里恐怕不止黑影这种怪物，而且大多数应该只能天黑出现。说说吧，人类，在天黑之前你能为我带来多少祭品？那些人可都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人类，你耍我？我的意思是得加钱。你脸上浮现一抹邪恶的笑容。此时去迷雾中探索的人回到了居民楼楼梯口，并且他们成功找到了淡水配方，而且听石浩南说他们还是全员生还。原来死去的潘泽的身份是长老，拥有1次复活次数，而找到的淡水配方是用蒋天生的肉换来。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宣布要第一个保护蒋天生，可蒋天生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大家别急，让我先看看这个淡水是怎么制造。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制作淡水需要100毫升蜗牛粘液、青蛙内脏、壁虎后尾，还有一整只章鱼。每当蒋天生说出一种材料，众人的脸色就难看一分。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上哪儿去找青蛙
壁虎这样的东西，你他妈！月山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而就在这时，一名戴着眼镜颇为文静的男生站了出来。我的身份是召唤师，这些东西我可以召唤出来。旁边的10号男突发奇想，那你可以召唤喝的东西吗？如果可以，我还在这干嘛？文静男生像看傻子一样看着10号男。很快，文静男生双手合十，一道法阵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紧接着，在一阵阵咒语中，青蛙、章鱼和壁虎全部从法阵中钻了出来。周围人立马开始进行解剖等工作。很快，大家就制造出了第一份淡水狂欢之饮，类型鬼屋，品质普通。这是一款由深海大亨秘鲁先生极力推崇的饮品，因其低廉的制作成本和极具性价比的口感，深受广大海洋子嗣的喜爱。服用后能够小幅度恢复口渴值，但也会带来某种不可估量的代价。月山看着制作出来的淡水怒不可遏，因为它的气味如同老八秘制小汉堡，里面还飘着还未死透的章鱼尸体。他妈的，这东西是人可以喝的吗？而一旁的蒋天生直接开口：“你没看到他的介绍说可以恢复口渴值吗？月山，你不喝的话我就喝了。”月山的胜负欲瞬间被激起，给我滚！这东西是老子的，你们谁都别想抢！说罢，月山仰起头，将手中的狂欢之饮一饮而尽。你喝下怪异的饮品，口渴值加5，理智减50。此时1402室的你已经和黑影达成协议，并且得知了黑影的名字叫尸首，而尸首透露出居民楼还有极为恐怖的诡异存在。每当天黑时，那些诡异就会想方设法杀死生存者，甚至有的喜好只灭不杀。人类，你赶紧帮我把一部分祭品带回来。不必心急，是首阁下。我说过，在天黑前会为你带回至少4个祭品，如果没能达到这个数量，我愿意拿自己的命来补偿。人类，你试图耍小聪明。黑影的语气中透露着一丝怀疑。你也看到了，我现在的状态是杀不死人的，所以才会利用刚才那个人。等他将事情全部办妥，我自会去将那些死去同伴的尸体给你。距离天黑已经不远了，你怎么能确信他一定能在这段时间里杀死其他4人？你微微一笑，我想你误会了，是首阁下。严格来说，其实他只需要再杀死3个人就可以，因为他自己也能算作是一份属于你的祭品。说着，你播放了手机中的一段录音，正是前不久你和万超的完整谈话内容。如果我把这段足以证明对方是杀人凶手的录音公开，到时候不管他是被忠良之人惩戒，还是主动上门要找我讨个说法，不都满足了成为祭品的条件吗？主动上门，你是想让我出手？这对是首阁下来说应该是件很轻松的事吧？真是狡猾呀，人类！我记得那个人是你亲口承认的合作伙伴吧？如此算计他，你的内心就不会感到一丝愧疚吗？你垂眸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比起愧疚，我还是更想活下去。就在此时，一道久违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场景中有玩家死亡，生命属性+1。而此前的万超在1101室中一直未看到守墓人王虎的身影，难道对方预料到有人要杀他，提前转移阵地了？可就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去哪？是见神杨洋，还是平时跟他关系不错的朱子杰？万超细细琢磨了一番，却又觉得都不大可能。于是万超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你。王虎不见了，不见了是指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总之不在家。有着乐祸这一天赋的提醒，得知消息的你大概已经猜到了王虎的下场。或许你可以试着怀疑是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你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也在暗中杀人？对于某些人来说，作为一张名牌的守墓人确实是有些过于碍眼，被盯上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可王虎要是真的死了，没理由不发动墓志铭，给其他人留下死亡讯息和凶手的线索。墓志铭是死后才能发动的天赋，我们没死过，哪知道一个死人是怎么想的？万超一时无言。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徐大海人在楼下，我暂时动不了他，按你自己的喜好行事即可。你只需要记住，只要跑得够快，就算是剑神来了，我也能保住你。得到这一承诺，万超的脸色稍稍缓和几分。万超似乎并不打算在此地久留了。只见他贴近墙壁，穿墙而过。3分钟后，万超的身影再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另一间屋子中，而这里依旧是空无一人。看来是我多心了。本来还隐隐觉得有种异样感的万超，没再疑神疑鬼地转身离开了。然而就在他离开后没多久，厨房里暴露出一个紧紧屏住呼吸的短发女生。刚才那个人是万超。惊恐的方璇立马拿出手机联络让他蹲守在此的班长张梦琪。梦琪，一切如你所料，杀死杨伟的凶手是万超。确定没有看错人吗？不会错的，他的身份应该跟刺客有关，能够随意穿透墙壁，而且气息非常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知道了，这件事你先不要声张，我让倩倩和晴雪他们去接应你了。拥有幸运女神身份的张梦琪立马回复。此时喝掉了狂欢之饮的月山突然暴走，疯狂追打嘲笑他的同学，幸好班上的精神小伙黄耀阳出面镇住了他。场面安静以后，班长张梦琪再次组织队伍寻找水源，而这次是由张梦琪本人亲自带队。队伍里包括901室的胡倩、902室的丁张雪、1001室的安晴雪以及住他隔壁的方璇。可在弥留之际，拥有最废身份卡懒惰专家的瞿大海却破天荒地提出要一同出发。瞿大海是以保护女生为由才提出共同出发，但这一切逃不过人群中的文静男生。文静男生名叫侯思明，他是瞿大海的邻居。侯思明看过瞿大海的房间，里面全部贴满了大尺度的动漫少女，典型的2次元老色批宅男，且恋爱经验几乎为零。这种2次元老宅男是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侯思明认为现在的瞿大海十分的不正常。此时加上瞿大海的6人探索小队准备出发寻找水源，可刚准备出发，班长张梦琪却将目光停留在了人群中一名女生的身上。雅琴，你要一起来吗？本是一句平平无奇的问话，可被喊到名字的于雅琴像是受到了某种惊吓一般。不，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这里应该只有你一个女生了吧？安晴雪笑着问道。他们班一共10个女生，而在这其中，光是班长张梦琪的小圈子就占据了1半的人。如果没有其他同伴的话，作为在场唯一一名女生的于雅琴确实没有比前者更好的选择。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原本还好端端的于雅琴突然怪叫一声，紧接着状若癫狂的从人群中冲出，朝着楼上跑去。而
石浩南看到于雅琴的身影在即将消失在楼梯的拐角时，他似乎向张梦琪几人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什么极其恐怖的怪物。神经病啊，不去就不去，有必要这么一惊一乍的吗？被吓跳的丁张雪儿恼怒道，可能是因为太害怕迷雾里的怪物了。突然出现的状况让张梦琪也是愣了愣，但他很快就不以为然的摇头笑道，这也不怪他，之前我帮导员整理资料的时候碰巧看到过他的学生档案，上面好像记录有被害妄想症这样的精神疾病，原来是有精神病啊，难怪我从以前开始就觉得那家伙怪怪的。此时探索小队再次牵着绳子出发，大约1刻钟后，夏萌感受到绳子拉扯3下后，就招呼众人一起将绳子缓缓收回。我们回来了。以张梦琪为首的一行4人从迷雾中走出，怎么只有4个人？徐同学和丁张同学呢？看到人数的夏萌忍不住颤抖的声音问道：“他们死了，都怪我没用。”张梦琪刚想说话就被安晴雪打断了：“雪儿是被迷雾里的怪物害死，徐同学是为了保护我才来。”安晴雪捂着脸泣不成声，被安晴雪这么一哭，本来还想询问细节的人瞬间拥上去安慰哭泣的安晴雪。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张梦琪象征性的抹了抹眼角，而后用振奋人心的声音道：“但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白费，我们为大家从迷雾里带回了水，或许是作为班长的职责。”张梦琪就这么光明正大的从背包里取出整整1大桶水，并且毫不避讳的将他的信息公开在了群聊内。微量生命赐福，可饮用型矿泉水，类型奇物，品质普通，曾沾染过生命赐福的矿泉水，饮用后适量恢复口渴值，并对信仰生命的生灵恢复1点生命属性，该效果仅能生效1次。此时现场的石浩南再次发来信息：“老林，班长从迷雾里带回了水，他说愿意把找到的水分给每一个人，5升的水每个人能分到差不多200毫升的样子。”但是瞿大海和丁张雪儿死了。其实石浩南不说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你的生命值已经恢复到了3点。不过有个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口渴值下降到了13点。此时到底该不该需要补充水资源的问题难到了你。经过这段时间的推算，你差不多摸清了饥饿值和口渴值的消耗速度。常规状态下，饥饿值的消耗速率大致是在 0.2 至 0.25 点每分钟，而口渴值则是前者的2倍，即 0.4 至 0.5 点每分钟。除此之外，两者还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就比如自己之前的活死人状态消耗速度会比常规状态下快上不少。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你做出了决定，如果口渴值归0的结果和生命值一样是死亡，那自己大可不必出门去领取纯净水。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饥饿值和口渴值皆与理智挂钩。当一个人对饥渴的忍耐到了极限的时候，首先溃败的便是理智。尽管自己有着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这一规则的保护，但这会与第5条规则请不要试图将你的理智降低至负数恰好产生碰撞。看来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了。现在就算依靠张梦琪分发的水将口渴值补满，在没有后续补给的情况下，也远远支撑不到第2个天亮。简单的计算一下，假设下一次天亮的时间是明早6点，那么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一个人就要经历长达12个小时的无水期，也就是12乘以60乘以 0.5， 总计360点口渴值。这也意味着12个小时里需要补充360点口渴值，而以上还只是在常规状态下。如果再算上市手所说的诡异降临，口渴值的消耗速度也只会更快。你相信作为班长的张梦琪同样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对方还能贡献出足5升的可饮用水，这多半意味着他的群体已经有了能够度过黑夜的充足资源。于是你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踏出房间。此时楼下的张梦琪正在为大家分发纯净水，5升的纯净水平均下来每个人有200毫升左右。可突然有人意识到很久没有看到守墓人王虎的身影，这也让大家瞬间有了危机感。如果失去守墓人探测死者信息的能力，那么暗中杀人的凶手们会占据绝对优势。于是大家疯狂在群里艾特王虎，可等了半天王虎始终没有回复。正当朱子杰猜测王虎可能并不是被杀害时，李千云的声音却给大家当头一棒：“我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王虎同学确实发生了意外。我的身份是侦探，虽然不能像守墓人那样直接探测死者信息，但我知道杀害王虎和杨伟同学的凶手就藏在我们在场这些人中。”闻言，唐龙、夏萌和潘泽3人便慢慢靠近李千云，恐怕他们就是李千云之前所说的守护者同盟。此时李千云再次开口：“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现在开始我会对每个人进行单独问话。既然死者都是出现在高层，那么就从1402的林毅同学你开始吧。”说完，李千云就单独和你走向楼道深处。林毅同学，请问你是杀害王虎同学的凶手吗？不是，你回答十分干脆。可心想，要是对方真有释谎能力，那凶手被找出来也只是时间问题。等等，好像有点不对劲。你脑袋迅速思考，抓到了一个矛盾点。假设李千云的能力真的是辨别一个人是否说了假话，那他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下来问话？直接用手机一个个查过去不就好了吗？如果对方识别谎言的能力并不能隔着手机屏幕识别，那他之前又是通过何种依据来确定自己说的是假话？难道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你缓缓抬起右手开口道：“虽然我不是凶手，但我掌握有可能和凶手有关的东西。如你所见，他此时此刻就在我的这只手里。你是在开玩笑的吧，林毅同学？”李千云的眼中先是闪过一瞬间的错愕，但很快就恢复自然，语气松弛有度的道：“果然，对方根本没有识别谎言的能力，或者说识别谎言只是李千云营造出的一种假象，而他真正的能力应该是查验身份。这是你目前觉得最接近真相的一个答案。如果侦探的天赋是查验其他人的身份，这就能解释得通李千云能够间接判断出自己说的是假话，以及为什么加入守护者同盟的前提要求是上报自己的身份。不过不知道李千云对身份的查验能做到哪种程度。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你摊开了自己的右手心。你真聪明，我的手里是空气。见此，李千云无奈似的笑了笑。虽然我知道林毅同学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想问，这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哦，这是我在路过王虎家门口时抓的空气。我想他可能被凶手呼吸
析过，所以就抓过来了。问话结束后，你再次回到队伍中。好极了，石浩南非常疑惑，为什么李千云对你的问话时间这么短？可还没等到你的回答，石浩南就开始感慨，曾经好同学们现在一个个都变了，就连曾经的好班长也开始学会撒谎诋毁别人了。听到这，你非常疑惑，你是怎么发现的？石浩南自嘲笑了笑，还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我患有抑郁症吗？所以我知道张梦琪撒了何等荒唐的谎。他说于雅琴有精神病，还说这是在对方的学生档案上看到的，真是可笑。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只会记录在医院的病历系统中吗？就算患者的家属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了学校，校方也不可能会把这种绝对隐私的东西泄露出去，这会对患病学生的心理造成2次伤害。尽管将声音压得很低，但你还是能听出石浩南言语中的激动。所以张梦琪为什么要诋毁于雅琴？就因为对方不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吗？这算什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啊？等等，你说于雅琴拒绝和张梦琪他们一起行动，此时你突然发现了可疑点。那时候除了张梦琪他们的小圈子外，在场就只剩下于雅琴一个女生了。我本来也觉得她会跟着一起去，但她好像非常抵触张梦琪他们。后来她像发疯一样的跑了。我记得于雅琴在跑走之前还回头看了张梦琪他们一眼，当时她眼中透露出的那种情感就好像是……石浩南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随即眼睛一亮，对，是害怕，他在害怕张梦琪他们。你用饱含深意的眼神看了张梦琪一眼，随后看向刚被问话完正朝自己走来的陈婷婷和万超。浩南，你刚才问我们能否回到从前，在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前，你要先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活着。你也看到了，这是个用常理无法解释的地方，它颠覆了我们对以往事物的认知。既然发生的事已经无法挽回，那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活下去。你拍了拍浩南的肩膀，现在你知道我下楼来是为了什么吗？石浩南一脸迷惑的挠了挠脑袋，难道不是为了喝水吗？你指了指归来的陈婷婷两人道，我打算进迷雾一趟，这是我暂定的队友，你要不要一起来？石浩南有些不敢置信的上下打量着你们3人，只觉得这是一支十分奇葩的队伍。这几个人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简直是把班级里的高冷怪都聚集到了一起。老林，这才刚死2个人，你们怎么敢的呀？听到浩南这么说，你还以为他要拒绝，但下一秒就听他笑嘻嘻道，既然是老林你发出了申请，那就算是18层地狱咱也要去闯一闯，但我们就这样进去吗？此时万超指了指远处的夏萌，他们那里有绳子，能保证我们不在迷雾中迷失。可你摇了摇头，不用那么麻烦，我有把握带你们回到这里，当然如果实在担心会走丢的话，我们几个手拉手也是可以的。闻言石浩南没什么表示，而旁边的陈婷婷则是脸颊微微放红，可万超持反对意见，迷雾里会出现幻境，只靠方向感很难，保险起见我建议还是……没等万超说完，你就平静地打断道，你可以不去。此时气氛有些僵硬，但半晌后万超像是自己说服了自己，我懂了，这是你的天赋，你没有否认。说罢就便带领几人朝着楼道外的迷雾走去。唐龙看到你们十分警惕，等等你们想去哪？在查出残害同班同学的凶手前，请你们配合老李的指挥。石浩南拿出手机晃了晃，可我们几个都已经问话完了，既然李千云没说什么，就代表我们是清白的吧？正在问话的李千云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远远地道，让他们走吧。听到李千云发话，唐龙没再阻拦，但就在这时，又是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你们几个要进去吗？算我一个。来者正是精神小伙黄耀阳，你刚才不是和我们一起进去过了吗？看清来人，唐龙疑惑的道，进过又怎样？水没找到，架也没有干过瘾。黄耀阳竟显一副凶悍的痞子样，而后走到你们几人身边，走了，靓仔靓女，我带你们去打怪。我们进迷雾不用绳子。万超似乎不想这么多人一起行动，于是故意这么说，想让对方知难而退。谁知黄耀阳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用一种极其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们。你们几个真是够大胆哦！其实我也觉得那条绳子有点碍事。可远处的夏萌看到十分惊讶，你们几个打算不借助工具就这么进去吗？而一旁的朱子杰也本想和你们一起，但得知不用绳子，瞬间心里嘲笑你们。此时你正思考着准备找个借口糊弄众人一番，没想到万超主动站出来揽过了这个包袱。我的身份和探寻方向有关，不用那根破绳子很奇怪吗？听到这个回答，众人顿时释缓了。有引路人身份的人带队，貌似找到充足的水源也并非多困难的事。这么一想，朱子杰又开始跃跃欲试，想一同出发。但正当他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早在暗中关注着对方的万超潮起头来，极其冰冷的眼神。这家伙该不会是想杀了我吧？这样的想法出现在朱子杰的脑海。而等他再次回过神来时，你们几人的身影已是消失在了迷雾中。其实早在下楼前，你再次与黑影尸首达成协议，尸首阁下你的活动范围应当只限于这间屋子吧？你明明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还要特意来问我？我是出不去，但那又如何？人类，你该不会是起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吧？如果是这样，我劝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因为天黑之后，不管你躲到哪里，都将避无可避。只有相信我，才是你唯一的活路。你微微一笑，我想你再一次误会我了，尸首阁下，我是有出去的打算，但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帮你带回祭品，顺便找点水喝。不过外面又是一大片迷雾，一个不小心就会让人迷失其中，所以你用恰到好处的眼神暗示着默不作声的高大黑影。请原谅我再引用一遍先前说过的话，仁慈孝顺绝对忠于母亲的是守阁下，你也不想能为你带回祭品的我惨死在迷雾中吧？此时你们5人在迷雾中列队穿行，一身痞气的黄耀阳走在了队伍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一脸紧张的石浩南，高冷的万超在最中间，而最后面是你和陈婷婷。此时你正思考身份是否会影响人的体温这一问题，因为你牵着陈婷婷的手发现极为冰冷。不过之前自己说手牵手行动只是一句玩笑话，
但没想到陈婷婷还真的会当真。正在思考问题的你完全没注意身后满脸通红的陈婷婷，原来林毅同学的手是这种感觉吗？你们几人各怀心思，在迷雾中走了大概5分钟，可是浩南越来越慌张，整个人瞬间啰嗦颓废起来。完犊子了，我们走太远了，等会出事跑都跑不掉了。万超听着前面的石浩南啰里啰嗦，想一刀捅死对方的念头愈发强烈。而此时你趁其他人的注意力不在后方时，对身后的陈婷婷问道：“方便告诉我你的身份是什么吗？”其实自己一直非常好奇陈婷婷的身份，之前听万超所说，陈婷婷的身份在一些方面和自己相似，都是能够让其他人无法伤害自己的类型。为了显示诚意，你理所当然的先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陈婷婷。经过李千云一事，你认为只是一个身份名的话无伤大雅，毕竟谁能想到自己的性命是第一个戏弄的便是自己的生命呢？但出乎你预料的是，陈婷婷的身份同样让自己也没想到。只听对方轻轻的嗯了一声，随后用空着的一只手在自己的手背上写下3个字：替罪羊。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bug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此时你带领自己的队伍寻找水源，进入到了迷雾之中。由于你十分好奇陈婷婷的身份卡，于是你作为交换，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惜命师。可当陈婷婷在你的手上写下了替罪羊3个字后，你却突然被传送回居民楼中自己的1402房间。是幻境吗？此时硕大的房间只有你一个人，身旁的万超、陈婷婷也全部消失不见。随后你再次和游戏开始时一样在房间翻找起来，不出所料依然翻找出来了奶片和理智香薰，唯一不同的是只要看这些物品一眼就会扣除理智。于是你快速的将其全部放入背包中。做完这些后，你又翻找出游戏开始前找到的那本日记。这次日记里记录的内容和之前的不一样，里面是以丈夫的视角记录妻子幻想着自己有一个叫露露的孩子，最后又以妻子怀孕即将迎接新生儿而结束。可最让你震惊的是，根据日记上的日期，这位丈夫的妻子从怀孕到诞子只用了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更奇怪的是，这位写日记的丈夫并没有察觉到异常，难道和他妻子一样也患上了臆想症？于是你思考着走向了另一个房间，这是一间儿童房。如果没有看过第2本日记，你估计会下意识的以为这是那个名为露露的孩子生活的地方。但在仔细观察一番后，这个房间存在着诸多怪异之处。首先，房间里的每一样都崭新的不像话。其次，按照第1本日记中露露写日记的水准来看，对方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小学生。这么一对比，地上的那些东西就显得未免太过低幼。当然，露露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你还是比较好奇房间里的清洁剂味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运气不错又遇上了另一款理智香薰？可惜寻找后，你在这里还真找到了一瓶清洁剂。最后，你只能带着遗憾推开了另一间房间的门。这次你在房间里找到了一张报纸，上面记载了一次造成10几人身亡的意外事故，而最吸引你的是这则新闻报告的时间，竟出奇的和日记里妻子分娩的时间一致。一连串关联的东西出现在同一地点，让你陷入了谜团，差点让你忘记寻找水源这个重要的任务。于是你立马跑去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因为根据规则表示居民楼里没有可饮用水，那么相反，居民楼里找到的水一定不能喝。而此时虽说你也处在居民楼中，但其实你身处的是迷雾的幻境，那意味着现在这个居民楼里的水是有可能是可饮用水，可面前的水龙头一滴都没有。于是你又看向了远处的马桶，虽说恶心了点，但真要有水的话也不是不能喝。可最后马桶里也是一滴没有，看来迷雾中找水并没有那么简单。就在此时，隔壁传来了一声野兽的呜咽声。可隔壁的阳痿不是已经被杀了吗？一个死去的人是如何发出声音的？而此时在真正的居民楼801室中，之前喝完狂欢之饮暴走的月山默默地站在客厅，他的面前正是拥有商人身份的圣洁，旁边还有一名相貌温婉的女子。此时的月山皮肤松弛，貌似陷入了极度缺水中。我愿意加入你们。月山喘着粗气，可圣洁一脸讥讽，之前不是对我的邀请不屑一顾吗？是我太自大了，我不该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可圣洁依然笑着，你的道歉未免太没有诚意。月山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于是拿出手机将自己的身份递了过去。圣洁接过后表示是个不错的身份，随后又冷冷地看着月山，跪下。此言一出，旁边的沈荣笑出了声，而月山满脸不可置信，你说什么？怎么听不懂人话吗？圣洁脸上的笑容愈发邪恶，我说我让你跪下。本就不服的月山终于爆发了，恶狠狠地盯着圣洁，你有种再说一遍。可圣洁不紧不慢地张开手，只见一柄光剑瞬间出现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剑神。月山见到这把剑后，瞬间感受到无穷的压迫感，随后低吼一声想要挣脱束缚，可圣洁轻蔑一眼，随后挥出一剑，无聊的抵抗。下一秒，月山如遭雷击，双腿发软，瞬间跪在地上，饶我一命，我什么都愿意做。但就在月山以为圣洁就要折磨自己时，一瓶矿泉水却滚落在他的身前。只见圣洁伸出手，笑着说道：“欢迎加入我们，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bug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此时你带领自己的队伍寻找水源，进入到了迷雾之中，却不料又被重新传送到居民楼的幻境。而正当你在幻境中自己的1402房间中寻找水源时，隔壁已经被杀害的阳痿的房间却突然发出一声怪兽呜咽声。难道阳痿又活了？而一切正如你猜测的那样，阳痿真的活了。但在你推开1401的大门后，看到对方又死了。谁？听到门口的动静，万超警觉地回过头，手中所持的匕首还残留有血迹。不过奇怪的是，匕首上的血却是黑色。是我。你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万超，而且看样子他又像之前那样把阳痿杀了一
脸，也不知道对方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要被如此反复鞭尸。看清来人是你，万超反而是用审问的语气道：“你怎么证明你是灵异？我要怎么证明我就是我？”这个问题还真把你给问到。于是你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也许这个能证明。万超摇了摇头，随后默默地从杨伟口袋里同样摸出了一部手机。很显然，他的意思是手机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这就有些麻烦了。让我想想，能够证明我是我的东西。你嘴上说着，脚下却慢慢朝着万超靠近。见状，万超举起手中的匕首，停下你的动作，否则别怪我。话还没说完，你迅速地贴近前者。看来你也是个冒牌货。万超冷哼一声，朝你刺来，而你避过刀锋，用左手抓住万超的左手腕，接着右手成拳，直直地照着对方的脸上挥去。而万超紧握在左手中的匕首也顺势掉在了地上。趁着这个机会，你再次一个膝顶击向对方的腹部。我说过的，万超阁下，我很欣赏你的怀疑精神。随后，你从地上捡起匕首，一刀插在了距离万超眼睛不足几公分的地方。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杀你。这样的话，应该就能证明我就是我了吧？万超的眼神中透着畏惧。你的身手怎么可能这么好？你说这个呀？我有练过一些基础的防身术。你随意的解释。另一边，月山已经被圣杰吓得服服帖帖。这就是剑神的力量吗？圣杰拿着锋芒的光剑，嘴角微震。这还仅仅只是杨洋赐予我的一部分全能，很难想象拥有全部力量的他会有多强。而一旁的沈荣有些震惊。那杨洋这么强，你能掌控他吗？可圣杰依然笑着，即使是杨洋都不敢去迷雾中寻找水源，那么能保证他活下去的人只有我。另外通知楼下负责监视其他人的侯思敏，让他尽快上来为晚上的计划做准备。圣杰吩咐道。随后圣杰示意沈荣展示自己身份的能力，同时心里感叹着，希望万超那边也能够顺利。而此时万超和你说了一个预料中的消息，进迷雾前圣杰私发消息点名让我来杀你。之所以没有提前和你说，是因为我不确定其他人中有没有圣杰的眼线。另外你和陈婷婷对话的内容我都听到，对此你平静的点了点头，并没多少意外。当时你没有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也不奇怪。而且根据圣杰如此张扬派人来杀自己这一点看，对方多半也猜到自己猎人的身份是假的了。见到你不说话，万超还以为你是不相信自己，于是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身份暗杀者，天赋异隐匿。你是一名精通暗杀的刺客，在隐匿状态下你的存在感大幅下降，并能通过一切具有强体概念的物体。天赋2瞬杀，在隐匿状态下进行蓄力使下一次攻击伤害提升300%。天赋3绝命勋章，每击杀一名玩家自身力量属性和速度属性加 0.5， 但同时会在现场留下因罪业而生持续24小时的残影。查看完万超的身份后，你总算是明确了对方的杀人方式，以及那2道遗留在现场的影子由来了。你为什么要拒绝圣杰？因为你给的比他多。万超给出的回答直接而具有说服力，他只许诺给我水，远不及你能给我的。闻言你一阵漠然，要是被万超知道自己只是在画大饼，不知会作何感想。其实刚才有那么一瞬间，你确实有过对万超下死手的想法，但在想到对方或许还有些价值后，便收了这份心思。我明白了，说说他是怎么回事吧。你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地上的杨伟，发现杨伟身上的黑血并不像是尸首身上的那些暗物质，而是呈现出一种更为低劣的感觉。灵异同学，万超同学，原来你们在这。只见陈婷婷提着1.5升的纯净水站在门口。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在进入幻境后，你遇上了万超，为了验证对方是否是本人，你们2人干了一架。而这一次，你也从万超口中得知圣杰一直想在暗中算计。可就在此时，陈婷婷提着水突然出现在门口，陈婷婷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又是一个冒牌货。万超刚说完，又注意到后面的杨伟，不好，杨伟还没死透。只见原本倒地的杨伟又重新站了起来，而陈婷婷突然变得浑身血红，她的头瞬间延长朝你咬了过来，但你站在原地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就在陈婷婷即将咬住你时，一团黑色圆形物质从你的口袋飞出，瞬间将陈婷婷的身子包裹住，只留下她的头在空中。看来是手给的东西确实靠谱，你也不再试探，拿出一把菜刀瞬间砍下了陈婷婷的脖子，同时身后的万超也顺势将匕首插入到杨伟的身子。你的手段还真不少。万超看着你身后的黑色球形物质发出惊叹，他想不通，难道这也是你惜命师的天赋吗？如果是这样，你的天赋也未免多得太离谱。危机解除后，你大胆地将尸体进行分解，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大脑和器官，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之后你们2人来到了1202室，可一进门你就发现了一具熟悉的身影倒在地上，定睛一看竟是你灵异的尸体。见到你们后，暗中的陈婷婷委屈地走了出来，不是我做的，是他先对我发起攻击的。陈婷婷愧疚地抬头看着你，他是在向我道歉吗？可是为什么要为这种事道歉？你感到有些迷惑。没关系，他是个冒牌货。说话的同时，你从身上掏出了一部手机，解锁后向众人展示了手机里背包物品等应用。其实那些冒牌者虽有手机，但当真正打开后，里面空无一物。万超瞬间有些抱歉，对不起，原来手机真的能证明身份。听到你们的对话后，陈婷婷也向你们展示了手机。万超看到7个应用后，瞬间松了口气，看来对方并不是冒牌货。证明完自己身份后的陈婷婷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我找到水了。随后陈婷婷打开了一个鞋柜，里面还真的有2瓶1.5升装的饮用水。所以为什么这鞋柜里藏着水啊？是这间房间的原主人告诉我的。陈
陈婷婷说着，从口袋掏出了一张纸条。他们来了，我自知时日无多，就在门口的鞋柜里藏了些能喝的东西，希望后来之人能够活下去。为了证明纸条上的内容所言不假，陈婷婷又将这2瓶水的信息共享给了你们。天然饮用水，类型饮品，品质普通，沾染有些许鞋油味的淡水，饮用后适量恢复口渴值，真的是能喝的水。万超的目光就像是被吸附住了一样，再也移不开。虽然知道对方伤害不了自己，但陈婷婷依旧被万超的这种眼神看得有些发毛。万超同学，你现在很渴吗？还好，尽管口渴值只剩下12点的万超还是嘴硬的。那林毅同学呢？我也还好，口渴值的话还剩下3点。或许是之前经历过了活死人状态，即便是到了现在这种境地，你还是能很好的克制住自己口渴的生物本能。听到这个数字，陈婷婷顿时吃了一惊。林毅同学，你已经严重缺水了，快点喝下它。这怎么好意思？这是你找到的水。说实话，你现在其实一点都不急，甚至还真想看看口渴值归零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行，你必须要喝。一向柔弱的陈婷婷态度竟是变得强硬了起来。无奈之下，你喝了有将近200毫升，你喝下带有些许怪味的水，口渴值加18，你不喝吗？见陈婷婷抱着水无动于衷，你有些奇怪问道：“我不用喝水的。”闻言，你和万超的表情明显一愣。可陈婷婷想了想，又说道：“也不是不用喝水了，就是感觉没必要浪费。”一句话下来，万超还是没听明白，而你却是隐隐间明白了什么。林毅同学，在班级里你有什么讨厌的人吗？陈婷婷忽然歪了歪脑袋，笑着问道：“讨厌的人？我想应该没有。”你如实回答道。趁着你们说话的功夫，万超迅速的将这间屋子搜查了一遍，这里应该没有水了，去隔壁看看吧。随后你们毫无阻碍的推开了1201室的防盗门，这里是黄耀阳的住所。但在见到门内的光景后，你们3个人愣住。此时在客厅中正坐着4个人，像是在讨论着什么，其中1人便是黄耀阳，而另外3人却是你们自己。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在迷雾中，你与万超和陈婷婷会合后，来到了黄耀阳的住所。可进去的第一眼，你们却发现黄耀阳竟与3个和你们长相一样的人在一起。可黄耀阳并没有感到震惊，只听他说了一句又来后，就拿着刀向你冲了过来。陈婷婷见状，拿着匕首挡住了黄耀阳。就在此时，你掏出了自己的手机。黄耀阳，我们是真的，你看我们的手机。可黄耀阳站在原地愣住，手机怎么了？然而令你们没想到的是，黄耀阳身后贾万超的手机里竟也有背包身份等应用。什么？你和万超看呆了，而万超立马怀疑身旁的陈婷婷。陈婷婷急忙说道：“我是真的，万超，我是真的。”陈婷婷夹在中间的黄耀阳抠了抠头皮，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我脑子笨，快弄不清楚状况了。此时你默默地分析着，自己倒是没有怀疑身边万超和陈婷婷的身份，反而默默地观察黄耀阳身后的3人。虽然他们的伪装无懈可击，但其实还是少了一些人类的微表情，比如他们的眼睛一直都是空洞无神，没有丝毫的波动。联想到之前的陈婷婷，你立马想到了一个办法，如果你们不是冒牌货，那就笑一个。身旁的万超瞬间领会了什么意思，没错，冒牌货的笑一眼就能区分出来。黄耀阳身后的3人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不约而同的同时露出了笑容，整齐划一的场景十分诡异，一眼看出就是冒牌的。万超深吸一口气，对着你说道：“怎么办？是走是留？”你站在原地没有说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黄耀阳。别急，还有1个人没笑。黄耀阳很是不解，什么意思啊，靓仔，你是在怀疑我吗？而你鬼魅一笑，怀疑倒没有。你的表情管理虽然比那3个家伙高级一点，但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话音未落，黄耀阳缓缓扭过头，瞬间伸长脑袋冲了过来。嘘！万超的声音刚响起，身旁的陈婷婷瞬间被咬成了2半。陈婷婷死了，死法还是极其惨烈的腰斩。万超见到这一血腥场面呆愣住，随后硬着头皮说道：“我来对付这3个，后面那个交给你。”他很清楚能够瞬杀陈婷婷的怪物定然只有让你来解决。可万超的话音刚落，却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本该腰斩的陈婷婷竟又毫发无伤的站在原地，相反是黄耀阳被1分为2的躺在地上。万超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难道一开始被腰斩的不是陈婷婷，而是黄耀阳？万超同学，快去帮忙！见万超处在原地愣神，陈婷婷急忙提醒道，但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只见你灵异寥寥，3刀之下战斗迅速结束，而万超又仔细回想了下，他确信自己没有看花眼，之前被腰斩的人也的确就是陈婷婷，只是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将这一事实给颠倒了过来。这种事简直就和灵异的不死一样骇人听闻，或许跟着他们自己真的能在这场游戏中活下来。万超心中暗道，灵异同学你没受伤吧？运气好，没受什么伤。你发现陈婷婷整个人的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一张俏脸的肌肤十分红润，这是水分充足的表现。再结合刚才那堪称是时光逆转般的情景，恐怕拥有替罪羊身份的陈婷婷能将包括口渴值在内的自身状态转移到其他个体身上。结束这一切后，你们决定下楼继续寻找黄耀阳和10号男。就这样，你们3人来到了602室，却发现10号男并不在这，只是在窗台上看到一个浅浅的脚印。他这是跳楼了？身旁的万超问道。你看着乱成一团的客厅，从痕迹上来看是这样，浩南他似乎是被什么东西逼上了绝路，选择了跳窗。这可是6楼，他这么做岂不是必死无疑？还是说因为是幻境，他觉得这里的高度是虚假的，所以选择了跳窗？你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但你知道10号男肯定没死，不过这一点你自己并不会说出来。找水，然后继续往下吧。说罢，你们继续以找水为目标行动。几分钟后，你们仍一无所获，最后在即将抵达居民楼的最底楼时，发现一道背影蹲在楼道口，在他身前还倒着一只说不上来该怎么描述外貌的诡异生物。又是你们啊！嘴里叼着一根烟的黄耀阳回头打了个招呼，听到招呼声，万超没有半句废话，直接拿着匕首朝对方甩了过去。黄耀阳显然没料到这种状况，匆忙之下
只能举起手臂格挡。只听一道清脆的声响，匕首如同撞在了铁块上。干什么靓仔？我应该没有招惹你吧？黄耀阳咬着烟头咧嘴道，他的手竟然没有受伤。注视着前者完好无损的手臂，万超的瞳孔不禁收缩。演戏会让你感到很有意思吗？冒牌货！万超同学冷静，他很有可能是真的黄同学。见到黄耀阳手臂的异样，陈婷婷出声劝阻道：“没注意到他手里的烟吗？怎么可能会是真货？”万超冷冷地说道：“他记得很清楚，黄耀阳曾在进入迷雾之前抱怨过这鬼地方没有烟，说我是冒牌货，丢磊老母！我还说你是冒牌货呢。”黄耀阳随后摆出架势准备动手，正好刚才那个伪装成逗逼仔的怪东西没让我打过你。逗逼仔是说浩南吗？稍走近了些，你才完全看清黄耀阳身后那只不明生物的全貌。他身上的服饰和石浩南相吻合，但与你们先前遭遇过的伟人不同的是，他的头部并不是人的脑袋，而是一台摄像机。此时陈婷婷挡在了两人中间，不要再做这种没意义的事了，你们当中没人是假冒的。陈婷婷表情认真的说道，不信的话你们可以试着对我动手。闻言，万超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那种异样的感觉又来了，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某种规则紧紧限制住了一般，全然生不出伤害眼前之人的想法。再看黄耀阳则是咂巴着嘴说道，开什么玩笑，我可从来不打女人。你这时也走了过来，看了陈婷婷一眼，怎么样，能确定她是真的吗？有契约在没问题的。陈婷婷透露出了有关她身份的信息。契约吗？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那烟要怎么解释？万超依旧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你问我，我去问谁？我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烟。黄耀阳挑了挑眉，你及时制止了两人的嘴仗。你有在这里找到水吗？水那倒没有，能找到烟我就谢天谢地了。水那种东西就算没找到，也能出去在好心的班长那儿对付一口。没想到对方居然把烟看得比水还要重要，这倒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对了，逗逼宰人呢？他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吗？黄耀阳像是想起了什么，四下张望的。那货跳楼了，目前生死不明。万超直言不讳道。黄耀阳知道你和石浩南关系好，于是拍了拍你的肩膀安慰道，我本来是在我家的，在翻了半天东西找到一包烟后，被一个冒充逗逼仔的家伙叫出了门。他说他找到了谁，我就跟着他走了。结果那家伙不讲武德，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偷袭了我，还好当时我反应快，没被那家伙得手。说到这里，没少打架的黄耀阳也是有些后怕。你们不知道那个假逗逼仔的嘴巴突然张得老大，好在我的拳头够硬，把那家伙的头给揍得稀巴烂，最后变成了一个怪东西倒在地上。几人一边听着一边来到了黄耀阳所说的那个怪东西旁，发现这只不明生物头身相接的地方有着密密麻麻的电线。此时陈婷婷说道，黄同学，其实我们也有遇到伪装成人类的怪物，只是我们遇见的那些和你见到的这只有点不一样，他们在死后仍会保留人的脑袋，并不会变成这副奇怪的模样，是吗？那可能是因为我的。黄耀阳话还没说完，周围的场景瞬间变得模糊扭曲起来，你们脱离了幻境，回到了迷雾中。不过原先的5人小队现在只剩下了4个人，难道石同学真的？陈婷婷担忧地看着你。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从迷雾中出来后，你们的队伍从5人变成了4人，而你的好基老师浩南被逼跳楼后了无音讯。此时陈婷婷担忧地看着你，难道石同学真的？浩南的运气一向不错，我想他应该不会有事。你一笔带过了这个话题，随后指着一个方向道，继续往前走吧。再次动身后，你们发现周围的迷雾逐渐开始变得稀薄，而黄耀阳又一次看到那个模糊的身影，又是那个邪门的东西。什么意思？就是我和英勇仔他们第一次进迷雾时遇到的东西，一台说是有做水配方的机器，不过那东西没有危险，就是非常黑心。这次我要给英勇仔讨个公道。逐步靠近后，这台机器依旧是老样子，你们伸手触碰完机器，也清楚了这台机器的底细。看到需要献上新鲜的血肉才能换取配方，万超的表情一阵动容。当时是英勇仔主动提出要割肉，他是个真男人。说着，黄耀阳看向这台机器的目光顿时变得凶狠起来。只是没想到这台黑心机器竟然敢耍我们，给我们的不仅不是真货，还是那种会害人的东西。伪垃圾机器，讲好的等价交换，可你上次给的是什么东西？黄耀阳狠狠的一脚踹在机器上，但后者却纹丝不动，甚至播放起了欢快的电子乐，好似在嘲笑前者的不自量力。我顶你个肺！受到挑衅，黄耀阳暗骂一声，随后他抬起手臂，使出浑身解数打出一拳。这一拳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范畴，凶猛的拳风使周围的一切都在震动，一拳在机器的上留下一个凹陷的拳印。万超看得呼吸一滞，这下他总算是彻底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匕首伤不到黄耀阳了。对方这哪是正常人的血肉之躯，这分明是只存在于小说中的铜头铁臂。此时活泼欢快的电子乐戛然而止，等价交换扭蛋机的机身像是有生命般的颤抖起来。显然他也没想到眼前的人类竟然真能破自己的防。怎么样？这下知道。话音未落，尖锐刺耳的电子乐再度响起，同时机器两侧的手臂猛地抓向距离最近的黄耀阳。黄耀阳左右闪身，毫无压力地躲了过去，随即再次挥动臂膀打出极具冲击力的一拳。一声巨响之后，等价交换扭蛋机终于开口说话：卑微的人类，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竟然胆敢挑衅秘鲁先生的权威，今天你就算是天王老子，你也得给我把真货吐出来。已经打上头的黄耀阳哪管对方说的什么屁话，只要不放火，他就接着往死里打。停，快停下！
再打我就要死了。最终等价扭蛋器终于屈服了，黄耀阳停下手中的动作，厉声道：“所以货呢？快吐出来！大人，我这里只有些奇奇怪怪的配方，没有你想要的东西。”闻言，黄耀阳准备再次动手。等价交换扭蛋机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大人，小的说的是实话，我这都快被你打死了，根本没理由骗你。然而还没等黄耀阳有所表示，一旁的你就一语道破，他在说谎。听到这个字眼，等价交换扭蛋机当即将矛头对准了你。小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凭什么污蔑我在说谎？迷雾中唯一能获得淡水配方的渠道，你的简介上是这么说的没错吧？你的语气平淡，目光看向众人，要不你们试着回想下，到目前为止你们手上有哪样物品简介是虚假的？好像确实，这也就意味着既然这台机器的简介上写了能获得淡水配方，那它就定有着与之对应的东西。见众人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你继续道：就算这台机器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我们就将它报废了也没事。随后你又有些好奇地向黄耀阳问道：你的这一拳都没有上几拳的水平，但为什么却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丢这你都能看出来，聪明仔你习过五面，只是略懂一些。好吧，因为我的身份是拳皇。黄耀阳倒是显得极为坦诚，之前就想和你们讲了，我的一双拳头能对任何东西造成伤害，而且可以破解怪物的伪装，所以我打死的那个怪东西才会和你们遇到的不一样吧。另外，如果我的拳头一直打在同一个东西上，它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原来如此，伤害叠加吗？心中疑惑解开后，你感激地朝对方点了点头。随后黄耀阳没有废话，再次殴打扭蛋器，可这次扭蛋器终于松口了。我需要新鲜的血肉，不然我连那些奇怪的配方都吐不出来。于是黄耀阳下意识地用寻求的目光望向你，而你给出的方案也确实没让他失望。正好这机器有2条手臂，既然能活动，应该也能算是新鲜血肉，直接拿来用就好了。等价交换扭蛋机满脸懵逼，不，你们不能这么做。随后黄耀阳动作麻利。与此同时，一张纸片从机器下方的取物口中吐出。初级淡水配方，类型配方，品质普通，使用后可掌握制作初级淡水的方法。得到这张配方固然让人兴奋，但请不要得意忘形，你们已经被某位潜伏在深海的存在给盯上了。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从信仰的神游中苏醒后，你的生命值已经来到了12点。此时李千云站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布问话已经结束。各位，我能很明确的告知大家，杀死魏永忠和王虎同学的并不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其中一方是团伙作案。话音未落，现场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而这时李千云再次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为逝去的同学感到悲伤，同时希望我们班集体不再出现这种所谓的悲剧，因此我打算包庇凶手。最近粉丝总催更，为了回家及时更新视频，我换了台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市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听到李千云说出要包庇凶手，众人再次瞪大眼睛。我知道我说话听起来惊世骇俗，但我的本意都是为了减少牺牲。当然，如果我们当中再有人死于同伴之手，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彻底铲除。请不要怀疑我是否有这个能力。我拥有一张高于在场所有的身份牌，高于在场所有身份，那岂不意味着就连剑神也无法比拟？李千云的态度已经不能用威胁来形容，简直就是狂妄自大。但不得不说，此刻他的领袖气质已经盖过班长张梦琪。可就在此时，安晴雪弱弱地举起手。可求生规则上有明确说过，只有半数及半数以上的人死亡，这场游戏才会迎来终结。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到最后总会有一半人。你说的没错，但至少我们能将它当做一个相对公平的求生游戏，没有纷争和混乱，一切都在秩序的庇护下。宣布完结果后，李千云带领最后一支队伍进入到迷雾中，其余人则是陆续回到了各自公寓。而你和陈婷婷一群人商量建立群聊来研究之前获得的淡水配方。等你回到公寓后，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你眼前。小子，我的基地在哪里？马上就要天黑了，你当真不知死活？请放心，是手阁下，我一定会信守我说过的话。你满不在乎的开口，随后将黑色圆形物质还给尸首。你是在戏弄我们人类？你明明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面对质疑，你仍没有否认。如果天黑之前没给您带回至少4个祭品，我愿意拿自己的命补上。不过前提是你有这个能力。说完，你邪魅一笑。此时尸首瞬间向你冲来，你本想出手格挡，但伸手的手臂瞬间被尸首折断。可你并没有显现一丝痛苦之色，反而用另一只手钳住尸首的胳膊，随后用力一拽，对方的胳膊也被瞬间折断。感受到你的力量，尸首大为震惊。人类，你真的让我很意外。此时你指着尸首，现在我们都只剩1只手了。怎么说，尸首阁下你也算是帮助过我的恩人，那我必须得提醒你一点，我是不死的。可我换血你只会死路一条。尸首也清楚利弊，他十分好奇你的力量到底来自于什么。与尸首达成暂时和解后，你随后你在他的震惊下从阳台上拿出无尽的食物和水，只因你耗费6点生命值修改了第2条游戏规则，将有概率3个字修改成了一定能。那么第2条规则就变为你会感到口渴，你无法在居民楼里找到能喝的东西，但在居民楼外的迷雾里你一定能获得这些东西。而在阳台上，你的手可以直接伸到迷雾中，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从里面一定能拿到食物和水。做完这一切，你躺在挂有婚纱照的房间睡去，可突然一声老公在你枕头边响起。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全球突变，所有人需要依靠自身的身份卡生存下去。有的人花光阳
阳寿抽到了剑神，一剑落而万物生。有的人抽到了懒惰专家，睡觉就能补充体力，而你却抽到了 bug 级的惜命师，耗费生命值就能修改游戏规则，但这个游戏规则只能适用你自己一个人，而你的初始生命值仅只有1点，只有当别的玩家死亡，你才能恢复生命值。从信仰的神游中苏醒后，你的生命值已经来到了12点。此时李千云站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布问话已经结束。各位，我能很明确的告知大家，杀死魏永忠和王虎同学的并不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其中一方是团伙作案。话音未落，现场气氛瞬间剑拔弩张。而这时李千云再次说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为逝去的同学感到悲伤，同时希望我们班集体不再出现这种所谓的悲剧，因此我打算包庇凶手。听到李千云说出要包庇凶手，众人再次瞪大眼睛。我知道我说话听起来惊世骇俗，但我的本意都是为了减少牺牲。当然，如果我们当中再有人死于同伴之手，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彻底铲除。请不要怀疑我是否有这个能力。我拥有一张高于在场所有的身份牌，高于在场所有身份，那岂不意味着就连剑神也无法敌你？李千云的态度已经不能用威胁来形容，简直就是狂妄自大。但不得不说，此刻他的领袖气质已经盖过班长张梦琪。可就在此时，安晴雪弱弱地举起手。可求生规则上有明确说过，只有半数及半数以上的人死亡，这场游戏才会迎来终结。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到最后总会有一半人。你说的没错，但至少我们能将它当做一个相对公平的求生游戏，没有纷争和混乱，一切都在秩序的庇护下。宣布完结果后，李千云带领最后一支队伍进入到迷雾中，其余人则是陆续回到了各自公寓。而你和陈婷婷一群人商量建立群聊来研究之前获得的淡水配方。等你回到公寓后，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你眼前。小子，我的祭品在哪里？马上就要天黑了，你当真不知死活？请放心，是首阁下，我一定会信守我说过的话。你满不在乎的开口，随后将黑色圆形物转还给世神。你是在戏弄我们人类？你明明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面对质疑，你仍没有否认。如果天黑之前没给您带回至少4个祭品，我愿意拿自己的命补上。不过前提是你有这个能力。说完，你邪魅一笑。此时是手瞬间向你冲来，你本想出手格挡，但伸手的手臂瞬间被世手折断。可你并没有显现一丝痛苦之色，反而用另一只手钳住世手的胳膊，随后用力一拽，对方的胳膊也被瞬间折断。感受到你的力量，世手大为震惊。人类，你真的让我很意外。此时你指着世手，现在我们都只剩一只手了。怎么说，世手阁下你也算是帮助过我的恩人，那我必须得提醒你一点，我是不死的，和我换血你只会死路一条。世手也清楚利弊，他十分好奇你的力量到底来自于什么。与世手达成暂时和解后，你再次发动天赋鱼系，随后你在他的震惊下从阳台上拿出无尽的食物和水。只因你耗费6点生命值修改了第2条游戏规则，将有概率3个字修改成了一定能，那么第2条规则就变为你会感到口渴，你无法在居民楼里找到能喝的东西，但在居民楼外的迷雾里你一定能获得这些东西。而在阳台上，你的手可以直接伸到迷雾中，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从里面一定能拿到食物和水。做完这一切，你躺在挂有婚纱照的房间睡去，可突然一声老公在你枕头边响起，你睁眼一看，一个女人出现在你的身旁，而她的样貌正是婚纱照上的新娘。由于之前看过日记，于是你下意识喊了声静涵，老公我在。苏静涵的样子极具诱惑力，老公今晚我们再努力。你大概弄清了现在的状况，自己怕是已经带入成了这间房子的男主人，所以这是世手口中真正的诡异吗？由于规则保护自己不用担心生命安全，但从对方的话语来看，眼前的女人怕是想要和自己进行繁衍行为，自己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要求。不过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肉体上的，抱歉，今天有些累了，改天吧。你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想起身离开。可苏静涵眼含泪光，叶舒兰，你已经1个星期没碰我了，你到底还爱不爱我？眼看软的不行，苏静涵准备用强的，我只是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随后他瞬间朝着自己扑了过来，可你并没有双手抱住他，而是用手抓住了他的脖子。如果深呼吸能让人保持冷静，那么窒息的效果最佳。你想掐死我啊，叶舒兰，你真是个疯子。你松开后，苏静涵丧失理智冲出了房间。待他离开后，你下意识寻找手机，可手机能够开机，但没有了任何信号，聊天也停留在了天黑的那一刻。于是为了确认自己先前修改的规则是否无误，你点开了规则选项，可这次竟有了意外之喜。只见第4条求生规则家是绝对安全的地方，变成了居民楼是绝对安全的地方。由于字数格式与原先并不一致，那么可以确定这条规则并不是自己所修改，而是因为另一条规则间接而成。第7条游戏规则，当游戏进行到一定时间以上，规则可能被赐福。没错，你将原先第7条中的规则可能被扭曲改写为可能被赐福，如此以来自己完全不用担心任何潜在风险。不过对其他人而言，规则仍会扭曲，但不知道究竟会扭曲到何种程度。而现在你反倒不希望游戏结束的太快。此时洗手间发出了一声异响，正当你准备去查看时，你的眼前突然出现一阵晕眩。林，你要记住，不是身份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这句话没说完，你又再次恢复正常，没来得及多想，你就来到洗手间查看女人状态。此时女人冲上来恳求地抓住你的手，舒兰，求求你再给我几次机会，我一定能怀上我们的孩子。可你仍无动于衷。静涵女士，你一定会有孩子的，她的名字叫世手，但遗憾的是，你在12月25日，也就是你的孩子降临的那一天，会被你的孩子残忍杀害。听到你口中的话，苏静涵再次发疯尖叫，不可能，我的孩子不叫这个名字，他也不可能吃了我。这位女士，请你看清楚，我并不是你的丈夫。苏静涵又是冷静了下来，自嘲笑了笑，你肯定是不爱我了，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胡话。我想你的丈夫一定是爱你的，要不然也不会为你付出那么多。另外，静涵女士，我刚才只说过你被你的孩子残忍杀害，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杀害你的方式是吃的，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苏静涵再次痛苦地呻吟起来，而你的耳边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婴儿啼哭声，而面前苏静涵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你意识到此地事件即将告一段落，于是由衷祝福道：如果有来世，希望你和你的丈夫
福能真正拥有一个像露露那样可爱的孩子。此时你再次睁开眼，你看到被污染的婚纱照李智姐2，虽然有些绷不住，但自己好歹从幻境中回来了。晚上好，是手阁下，听到你的声音，是手十分惊讶。你竟然没有死在里面，还真是命大啊，人类！所以这就是你说的真正的诡异吗？恕我直言，如果只有这种程度的话，狂妄，那只不过是这间房子自带的诅咒罢了。你对真正的诡异还一无所知。面对你的挑衅，是手终于透露了更多信息。不过我倒是不否认，你确实有几分实力。毕竟这间房屋的诅咒中存在母亲大人被污染的一部分力量。你说的母亲大人该不会是？我是淡玉的子嗣。是手格外的坦诚。可就因为是他的子嗣，你就杀死了对你又怀胎之恩的叶舒兰夫妇吗？那个已经是很久之前的记忆。所有淡玉的子嗣在出生之时都是蒙昧无知的，因为我们诞生的本质是虚无，所以自诞生时会受生物本能的影响，迫切寻找一切活物充当养分，直到因个体差异具有自我意识后，我们才有选择的权利。虽然我对人类没什么好感，但如果当时的我意识不是一团混沌的话，我大可不放过那对夫妇。你有些意外的笑道，难得你这么耐心的和我解释。说实话，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的是手阁下。对此事，手只是冷哼了一声。你身上有母亲大人的气息，这也就代表着你已经行走在了淡玉的命途上。按理来说，似我这般淡玉的子嗣应当无条件的听命于你。闻言，你的面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行走在淡玉的命途上，可我不是生命的信徒吗？人类，你那是什么表情？能得到母亲大人的青睐是你无上的荣光。抱歉，是手阁下，但我得先确认下你是否在和我开玩笑。说着，你拿出手机点开了信仰的详情，发现自己的确还是生命的信徒。等等，当前命途生命这一行字的旁边多出了一个切换选项，你按下了这个选项，以切换命途淡玉。来自淡玉的赐福，每场求生中生命属性+1。